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前几集有提到了这个孙中山三民主义，包含他创立的黄埔军校，然后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然后希望来解决中国长期以来分裂的一些问题哦。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过程当中，大家认为北伐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三民主义认为这个总是我们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让这些所谓的国民革命军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因为这部分来讲，对于思想的统一，对于团结军队能有清楚的一些规划，所以三民主义功不可没。台湾早期来讲，以我这年代都知道，我们在学生时代都还是要念三民主义。当然后来很多环境的一些改变，不管什么原因这慢慢的三民主义又随着这个我们讲的在台湾就慢慢的大家很少去谈，甚至有人谈到三民主义会说民有民治民享，他说不是这个你要到华盛顿看他列的，这不是三民主义的这些内容。所以这个我觉得值得我们好来关注。那也因为辛亥革命110年的这个纪念引起我们大家也包含节目当中做了许多讨论。三民主义至少慢慢大家又想去把它梳理出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闵俊正老师闵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我们刚刚提到了，当然就是三民主义当然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搞不好现在都有点错乱，要赶快 Google 一下当然第一个谈到的是民族的这个民族主义这有点有趣因为刚刚私下我跟闵老师也在聊，其实某些时候现在大家在谈全球化，在谈到地球村，在谈到一体，那个很清楚的在划分你跟我，就像台湾一样，内部也会有那个什么闽客原民等等，当然那是很清楚自己的根、自己的源，这很重要，自己的母语。但某种程度大家又认为，在某些时候大家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共同价值，而不是用血缘就想要来做某些绑架。所以老师是不是就把这整个三民主义的内涵，我们从民族主义来谈起，到底我们的民族主义或者原来孙文的这个概念跟现在包含中共解读有什么样不一样？老师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对，那个孙中山当年呢，是因为革命中间碰到很多困难，虽然有很多号召，但发现说大家这心智不齐，所以才把理想呢慢慢整理出来，变成三民主义。其实他当时书不是他写的，他是演讲。这演讲稿是后来人家整理出来，然后他稍微修订了一下，大概是这样子。当然比他原来那个设想呢少了大概1半多一点，但基本的原则还在。应该这样说吧，文字不算太短，但是我们时间有限呢，我就挑几个重点来说。在我看见这个民族主义里面大概有4个大的重点。第一个大重点是排满革命。孙中山排满革命呢，跟一般人想象不太一样。准确的说呢，他反满清不反满人，他反满清政权但不反满人，所以他是一个中正平和的民族主义，不是一个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然后在推翻满清的前后，他提出口号叫做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所以我刚刚说他是一个比较中正平和的想法。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说中共也在提倡民族主义，但中共民族主义比较狭隘，各位会注意到，你说怎么会狭隘呢？很简单，动不动说人家入华，动不动就怎么这玻璃心，这表示说你对自己民族是没有信心的。一个有信心民族就是我晓得我怎么样在这个国际制定当中安身立命，人家批评我讲的对，我认下来，然后我去改；批评不对，我恰当反击。现在不是中国什么动不动就说入华，所以这不是一个很正常民族主义这第一点，排满革命。第二点呢，孙中山在民族主义里面特别讲了什么？中国的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上下来的这道统，然后从这衍生出对于固有文化的肯定，对于固有智能的肯定，更重要是对于固有道德的肯定。但在肯定了中国之后呢，我说它不是一个很狭隘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去肯定了西方的长处，我们要学习西方的东西，所以没有什么所谓大中国玻璃心那块东西这第二点。第三个特点就是他说，这个建立民国之后呢，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东西这个大家没有太注意，但你很注意看的话，在当时呢，建立了35省、12个院辖市跟西藏、蒙古2地方。西藏、蒙古2地方呢，就是一个平权的做法，就是给予这个
宗教也好，文化也好，跟汉民族不太一样的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呢，给你相当的空间。那你说今天在台湾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我们有做。在台湾我们做什么事情？请各位注意看，第一是我们对原住民的肯定跟保护，这点你就非常熟悉了。我们在国会里面给原住民是过高比例的代表，对不对？原住民人口没那么多，对，但我们给的比例比较高。我们113席的立委有6席是原住民的委员，远远高于原住民在台湾内部人口的比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新住民，我们对新住民相对是宽容的，我们对新住民当然我不是说完全平等，没有这种事情。新住民你在吻合一定条件之下，你可以申请我们的国籍，条件符合，时间到了就可以拿到国籍，然后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当然，就大家在日常生活上可能还会说对新住民的歧视，但整体来说法律上是公平的，这点我们都可以肯定。所以这是民族主义在台湾的表现。那么大家说，中国大陆在大陆也搞民族主义，中国也搞民族主义，不是？他对少数民族压迫非常厉害啊！大家看看蒙古人，大家看西藏，尤其现在新疆维吾尔，现在搞得举世皆知。如果不是对少数民族压迫这么厉害，大家通常不会闹这么大的事情。这东西真的是他闹出来的。所以这是第三个，就对国内少数民族的问题。第四个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在孙中山当时呢，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非常厉害。孙中山建立民国之后呢，帝国主义力量没有消退。虽然你说很多大国家回去打这第一次世界大战了，但是苏联跟日本又把手伸进中国里面来，而日本伸手更厉害，甚至打进来了。所以对孙中山来说，从民族主义的这个另外重点就是我怎么反对帝国主义，简称就是反帝。他的设想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但在国际政治上讲呢，略为天真。我们教或者研究国际关系常常讲说，国际之间没有平等对待的民族的。那所以有人也对我不错，对，为什么？简单说，有共同利益，或至少有平行利益。所以我们不是说看不起人家，也不是要求人家，我们只是说，在有共同利益、平等利益之下呢，我们好好跟人家合作。就像今天。我们反复讲说，台湾的现在情况呢，要对美国跟日本依赖比较多，这叫伐交嘛，就是《孙子兵法》里面的伐交。那有人为了这个削弱台湾，然后就削弱台美的关系，让台湾孤立出来好并吞台湾，就拼命去打击美国。台湾人很多跟着附和，这个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个问题。好，那大家说，哎，中共这民族主义很强，中共的民族主义是非常虚伪的，他拿民族主义来统战。你不要忘记，当初中共之所以起家，是苏联帮他忙的呀，恰恰好就是帝国主义帮他忙。然后完了之后呢，是史达林帮他打东北，然后他进兵东北，然后史达林给他军火，给他一些东西，他才能够统一中国，才打下这个中国大陆来。所以简单说，他从头到尾，我们讲的重就是汉奸组织，讲的轻了就是完全是仰人鼻息，然后做人这个。被人家卵意而出来的一个这个我们叫什么儿子正大啊，很不好听的一句话，但的确如此。你说啊，他今天坚持民族主义了啊，他把中国发展起来了。我上次讲过，我说在今天有头脑的、有清醒认识的日本人，没有人会说日本军阀当年帮日本的国力呢支撑起来了，帮国家发红起来了。今天呢，有头脑的德国人也不会讲说当年纳粹对德国贡献多么大，或者说日本军阀发扬了日本民族主义，然后纳粹发扬了这个德国的民族主义，你会这样说吗？你不会这样说了。而中共今天玩的一些东西呢，基本上就是反美，打着反美口号，但其实是削弱台美关系。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认清楚的。是，的确了，就是中国当掌握一些话术说了算，在国内也没有办法让大家畅所欲言。我必须说，中共内部现在越一言堂紧缩，没有办法持平来谈。常常我们自己以台湾的角度来说，会说你在说什么话？你自己以前做的事现在不在做。比方说，美国你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哦，台海的问题你不要介入。那刚刚老师一语道破说啊，那俄罗斯连是苏联啊，苏联那时候介入
中国内部，你要不要去抗议说，那我们家自己的事，你不要来管？没有啊，你不是就找别人来帮助你，就反正你说了算。这个就知道这个民族主义它的解释也狭隘的部分来谈。当另外一个民族主义接下来谈民权啊，那老师，那民权主义在孙中山的这个三民主义里面，民权大概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权呢？大家读民权主义啊，比较容易读到表面东西，什么三权五权，那个当然很重要，我们等一下再说。但是回头来看，民权主义的最基本精神呢，叫做自由民主主义。什么叫自由民主主义呢？用英文来说叫做 liberal democracy， 也就是民主政治当中有多个流派。孙中山所相信这东西呢，比较接近我们所谓自由主义学派的那个流派，所以它是更开阔一些、更自由一些的。这第一个特征啊，自由民主主义。第二就是孙中山在里面标举是天赋人权，这是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呢在近代之后慢慢发展出来的。天赋人权就是人的权利是老天爷给他的，人人生而平等。大家觉得很有道理，对不对？共产党不是这样想的。共产党怎么想的？共产党想说人是有阶级的，阶级之间必然发生斗争。所以人没有平等的，阶级是相互压迫，所以被压迫阶级就要去打那个压迫阶级，然后最后就闹了这个阶级战争或阶级斗争，这就不是天赋人权啊。这第二点。第三点呢，孙中山相信的就是从天赋人权往下推呢，就是主权在民。这点我们再详细说。主权在民就是说，最后这个国家最高的统治权交给谁，由老百姓来决定，这才叫主权在民。那么共产党讲说，共产党在中国执政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好，那什么时候选的？100年前选的。那100年后我后悔了，我可不可以改变？不能。对，我可不可以改变？那这就是很关键问题。既然是人民选的话，那人民有改变的权利啊。所以中共相信的绝对不是主权在民，虽然他嘴巴上一天到晚讲说民主民主，但他的民主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这你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么孙中山相信的主权在民，也就是说主权绝对不是一个政党，绝对不在一个政党手上。虽然孙中山组织了国民党或革命党什么等等，但他最后是要把政权放出来的，就放给大家公平竞争。共产党的信念是主权在于一个政党，在一党专政，他已经讲了。而且呢，这个共产党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共产党是由经过特殊训练培养成的共产党员组成的。这个共产党员比别人优秀，他们这样认为的，比别人优秀，所以他应该享有特权。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在经济上享有特权，在生活上享有特权，在一切事情都享有特权，甚至在即将浮现的机会面前，共产党员都比较有特权。一旦共产党员有特权之后，他就变成一个特权阶层，每一个共产党员变成特权分子，而这批人构成了特权阶层。你说特权阶层也可以啊，特权阶层有多少人？共产党员有多少人？9000多万人，大概1亿人，就算1亿好了。中国现在号称多少人？14亿人，1亿党员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了，它比很多国家总人口都多了。好，1亿人在14亿人当中占多少？占1/14，算出来是多少？7.2%，7%，连10%都不到。这10%都不到的人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去压迫另外13亿人，让你们13亿人呢为我服务，然后被我剥削。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我们讲说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这么重要。孙中山不但讲，他真正去做，只是当时机会比较少，但是呢，他的确设计一套东西。第4个特点呢，就是三民主义强调呢权能分立。我们先说权，我们常讲说，这个你也过去讲过，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化。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它的政府或者执政党权力完全集中的话，没有分割的话，那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常讲说分权而制衡，就是把政府权力分割几个。西方流行是分3个：行政、立法、司法。孙中山是分成5个：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分成5权。分成5权好处就是5权各司其职，但是呢相互制衡。当说相互制衡不是对这效率有影响，是相互制衡对效率有影响，但是相互制衡对保障人权有帮助。
这个东西你是最清楚，因为你做公督谋，你一天到晚看这东西，你的感触最强烈。那么也就是，即便是我们选出来的立法委员，有的时候都可能会滥权，都欺负到我们。所以我们派选出来代表，我还是监督他，我要用这代表去监督政府嘛，我们不在做这个事吗？所以第一呢，分权而制衡；第二就是权能分立，也就是政府有权了，我把它分割了，让它互相牵制，但是也互相工作。但是在这个之上呢，让人民有权利去监督政府。人民有哪些权利呢？选举、罢免、创制、复决。选举罢免权大家一般了解，什么叫创制权呢？创制权就是我们人民觉得需要这法律，但是我们的国会或代议士没有立这法律，我们大家集合起来，经过一定的程序之后，我们推出这法律出来，然后通过之后呢，就变成法律了，叫创制权。复决权现在台湾已经有了嘛，我们一天到晚复决嘛，公民投票就复决了。复决权就是有重大事件，然后政府不好自己决定的时候呢，就交由民意来投票决定，叫复决权。所以政府有5个权，然后人民有4个权，人民用4个权去监督政府，既监督个人也监督法案。选举罢免针对个人，创制复决针对法律，所以针对个人也针对法律，这是人民的权利。共产党相信什么呢？一党专政，政府有权，人民是无权的。你现在看到哪一个人民可以监督政府？在中国大陆里面，不要说监督，他讲2句抱怨的话，你看看，明天就消失了。所以这就一党专政，对，一党专政看起来很有效率，但是我常讲说，效率的另外一部分，一方面是践踏人权，另外一方面就是太有效率，政府就有危险的。为什么呢？他的决定做了对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好，决定一旦做错之后，那个代价是非常惨痛的。3面红旗了，或者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好，这第4点。第5点呢，民权主义的特征呢是宪政主义。孙中山呢是留学美国，他相信成文宪法，因为美国是成文宪法。他比较了英美法德这些国家之后，觉得说成文宪法比较好，所以他当时制定一部约法，后来呢慢慢就成为宪法，后来就成立到现在，台湾还在用。那当然经过一些修改，但我们相信的是白纸黑字的成文宪法。共产党有宪法，那共产党有宪法，是他有宪法，他的宪法有些地方写得很漂亮，他不但有宪法还有法律。但是各位在中共的报刊上面，时不时你会看到一个问题，到底是党比较大还是法比较大？对不对？中国古代也都有这个问题，是法律比较大还是皇帝比较大？坦白说，大家觉得说中国过去2000年王权专制，皇上经常受到法律的制约，对，皇上可以任意跨过法律做一件事情，做完事情之后他会被弹劾。谈完之后可能不会怎么样，但历史上会记载他，然后群臣会不断讨伐他，会去讲他。一般皇帝通常就退回来了。你再往下走的话，这皇帝要被推翻。所以不要以为当年王权是不受限制，王权受限制的。但今天的共产党告诉你说，党比法大，而且几次在报上这样讲，就告诉你说，党是有特权的。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党员个别来说是特权分子。而这个党员整个集合起来之后，是一个特权阶层，这个政党变成一个特权政党，凌驾法律之上，所以所有的宪政什么全部都是这个，应该这样讲说一纸虚文吧。好，第6点呢，民权主义的特点就是这个民权的问题。中央呢基本上是间接民权，地方上是低层级的是直接民权，高一点呢是这个间接民权。那孙中山大概没有发挥好的一个部分，就是中央跟地方怎么分权。那这点我觉得当时呢，第一他们没有真的那个实践的经验，第二就是时间不够呢，他还想不到那一块，这点有待我们去补充。孙中山自己讲了，他只讲了一些原则，有些东西呢他没有谈到，希望后面人呢触类旁通，匡补缺遗了。这个当然老师刚刚讲得很清楚。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当谈到这个民主民权，当待会谈民生哦，老实说，我觉得中国最心虚的应该就谈民权这一块，就是避重就轻这样子来带过。当然，我们谈到这一块，我觉得中共大概就不好多谈，所以他们会用力的谈的就是民生。这个例提到来，他们甚至说，其实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真的吗？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吗？对啊，孙中山是有这句话，他讲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所以共产主义就拿共产党的去经常拿这句话来讲啊，孙中山讲这话，所以你们不要反对我们。应该这样说，孙中山当时讲这话是要统战共产党了，就是这样子。那今天被共产党拿来用，这东西当然你说无可厚非，但我们仔细看一下孙中山所说的民生主义跟共产主义到底有多么不一样。第一点呢，民生主义是什么呢？简单说，因为当时中国比较落后，被这列强侵略欺侮。孙中山看得很准确，中国之所以被列强侵略欺侮，简单说就是中国不够现代化，不够工业化。所以民生主义对孙中山来说，就是一个中国现代化跟工业化的一个蓝图，一个设计图，这第一个出发点。第二点就是孙中山看了西方社会，看了这100-200年的发展，他看见工业社会固然很发达，经济实力固然很强盛，国力固然强大，但是呢，工业化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最简单的这个一个问题，或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大陆叫两极分化。孙中山在民生主义里面不但讲说怎么样中国怎么求富有，而且怎么求平均，也就是对于这贫富差距问题，他提出解决方案。这是民生主义的第二特征。这两点共产主义都做不到的。第三点呢，那就差得更远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出发点，第一个是私有财产制，第二是市场经济，这点大家常常忽略的。我再说一次，私有财产制，第二是市场经济。大家说现在大陆老百姓也可以买房子了，对不起，你买房子你买的是使用权，你没有买到土地权，这第一个。第二，你的私有财产，哪怕你搞得再大，哪一天我要搞你的时候，最后这还是我的。大家说怎么可能？大家看看马云吧，看看马化腾吧，看看这些人，这么有钱的人，说不要你就不要你，说要剥你剥夺财产就剥夺财产。现在呢，马云也好，马化腾也好，都答应说给1000亿。你在台湾可以随便叫哪一个大商家说你给1000亿来给国家花花吗？没有这种做法。对，你可以共同富裕，对，但是我们要定法律，而且法律不可以事后定，法律要事前定好，不可以事后有钱之后我再来定法律来追你，没有那种事情。所以第一，对私有财产的尊重跟保护，不只是尊重，法律上是明确保护的。再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东西货物商品进到市场之后，随着供需决定价格，政府可以用政策工具来调控，但是呢不能行政干预，这个是市场经济。共产党相信什么呢？公有财产，相信计划经济，对不对？这表面上说的。最后什么呢？就是最后就我们说的特权阶层垄断一切嘛。所以你说公有财产最后变成特权阶层的财产，你说计划经济最后就是帮特权阶层去计划经济。这第三点。第四点呢，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这孙中山的理想，因为他看见西方大资本家的祸害。那当时没有太多机会发挥，所以孙中山只是提出的原则。然后后面几点他提出了土地问题啦、粮食问题啦、交通跟运输的问题等等，这提的呢都很贴切。另外一点，他在实业计划用英文写那本书里面呢，他提出了怎么样去建设工业。我觉得孙中山思想里面一个非常先进的想法就是他提防外资对中国的掌控，这点非常精彩。这就是我们的读书读到的依赖理论。后来我才想通，他当时想到说中国要发展了，资金不够，所以必须向外国借资金。但向外国借资金的同时呢，不能被外国侵略我们或侵蚀我们的主权，所以主权要抓到我们手上。这是大概是100多年前呢，对于外资运用一个非常高明的见解。是这个，大家也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啊，就是这个我们在谈到三民主义的这些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跟民生主义哦。当然一方面是真实的，当我们谈到的一个翻译这应该是真实的精髓的内容，跟现在我们表象上可能大家只能读到中共提供的外部的这种表象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当然老师要不要就总结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我在看三民主义，当然有点感慨了哈，因为它有的地方并没有被完全实现，然后有的地方呢也被人家篡改了或扭曲了。不过整体来说呢，在100多年前，帮中国当时面对列强侵略欺侮，你要找出一个正确方向，指引大家去努力呢，那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大家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吗？不是，写出来你看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写出来的时候你要写出来看看。大家说不很容易，我说你写写看，这样子你不要写三民主义了，你就写写看台湾今天面对哪些问题，然后台湾未来100年内可能碰到哪些问题，然后你提出解决方案，写出个台湾版的三民主义看看，你就晓得有多困难，对不对？因为孙中山当时面对的是列强，今天台湾面对至少是中共吧，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哪有这么多每天晚上的新闻节目好谈呢？是不是？好，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常提醒我的学生啊。孙中山是医学院同学，然后我们是社科院的同学，我们社科院同学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医学院的同学写出了一本社会科学院的书，而这本书呢，指导中国的发展100年，到今天为止，很多地方还可以参考，这很了不起。我刚刚讲说，你能帮台湾写一本书，100年之后还能用，那真叫了不起了。所以第二特征就是。孙中山在100年前读了很多西方的书籍，也观察了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观察工业革命之后的整个社会的变迁。他提出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基本吻合世界潮流。什么叫吻合世界潮流？放到今天呢，你看它大体还是对的，这叫吻合世界潮流。我们刚刚说了，工业化、私有产权、市有经济市场经济。再来是社会平等，然后政治民主、文化多元，这就是今天的精神。孙中山在100年前看见这精神，把它写出来，告诉你说，你这样一步步走下去，可能可以走得到，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今天回来看，那否则中国为什么一天到晚可以拿孙中山出来讲说，你看我们实现孙中山什么？对，他实现孙中山什么东西？孙中山10业计划里面几个大港口跟铁公路，对，那是最简单、最低层东西了。但孙中山讲的比较高层的东西，就像你刚你所说的民权主义，它一点都没有实现。所以我说第二点的特征呢，就是吻合世界潮流。第三就是我刚刚那句话了，远远优越于共产主义。你说共产主义今天表现很好，刚才我们已经把几个指标都摊出来了，民主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3个指标，共产主义跟三民主义来比都比不上。为什么比不上呢？简单说。大家回想一下，如果1949年中国当时走的不是共产主义，走的是三民主义，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只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中国大陆14亿人，号称国民所得呢是平均呢是1万美元，号称1万美元，台湾现在是2万5千美元，简单说，台湾国民所得是大陆2倍半。如果中国当年走了是三民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国民所得平均是2万5千美元，就现在2倍半。你觉得今天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是不是这样子？其他很多我就不详细说了。简单说就是这样走下的话，第一，中华民族呢这70多年来少走了弯路，中国人呢少了很多流血，少了很多牺牲，少了很多剥削，也没有特权阶层。简单说，今天台湾的所有成就，你说好也好，不好也好，走了三民主义的中国大陆，绝对比今天台湾要强，是不是这样子？台湾只能是一个起点，所以你拿今天大陆跟台湾比，差得远了，差得远了。所以抚今追昔，我常常讲的说，台湾现在走过来了，也忘记三民主义了。中国大陆呢，因为统战的关系，因为政治斗争的关系呢，也抛弃了三民主义。大家如果回去认真再读一下三民主义的话，可能对中华民族甚至对两岸都会比较好一些。这当然也是我们很期待的部分，让大家可以去理解了。因为毕竟以中华民国的这些脉络里面，三民主义所带动刚刚提到的许多的政治经济的一个雏形，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可以延续这么长的时间来做讨论，这个我觉得也是老实讲，我们观众朋友很多很海外的，甚至当然中国籍的这些朋友都说，拜托台湾你们一定要守住，因为你们是我们认为
证明华人是有能力来使用民主这东西，我们不奴性，因为中共最常说的部分就是，如果不用共产党的管理方法，14亿人会乱会乱台湾就要证明就不会乱啦，我们政党轮替也没有流血，即便你现在看到的吵吵闹闹，我认为这都是在民主运作过程当中大家的一个挑战，包含台湾现在在进行罢免，这就是台湾不断人民的公民课程跟运动没有停止。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值得骄傲，这样的怎么会是中共的共产党的体制这种威权的方式想来取代我们，难以想象。我觉得台湾民众也无法接受这样的方式了。那再次感谢明居正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如果觉得我们节目很棒，欢迎帮我们点赞、转传、分享，当然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任何的一些建议跟指教。再次感谢大家。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